祝我们果果生日快乐！1个月前，我们一家欢天喜地地搬进这间刚买下的学区房，结果楼上邻居天天深夜蹦迪，碾碎了我们对新家的所有憧憬。投诉无门，报警没用，物业和稀泥，邻居装聋作哑。既然楼上蹦迪扰民不听劝，那我就让他家塌成废墟。老公，虽说咱是把老家房子卖了置换过来的，但这房子买的真值，低于市场价20万呢。就是房龄大了点儿，墙体有点老化，隔音不好，我们在家都要轻手轻脚，不要影响别人。破是破了点儿，但有了这学区房，我们果果能读市一小喽。妈妈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妈，您心脏不好没吓着吧？我没事儿。楼上这是在干什么？好像是蹦迪声，这都晚上8点了，怎么会有人在家蹦迪？这不扰民吗？我上去看看。好好沟通，别起冲突。开门。干嘛？兄弟，我是楼下刚搬来的，你家音乐声音太大了，我家里有老人孩子，能不能小点声？有老人小孩关我屁事儿！是你们这声音确实太大，我们刚搬来，互相体谅一下。体谅什么体谅？这是我家，我乐意怎么蹦就怎么蹦，你管得着吗？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58条规定，制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，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。你们现在已经严重超标，我有录音为证。哟，还懂法呢？农民工念什么经？字儿认得全吗？老公，你跟这种人废什么话？赶紧让他滚！听见没？我老婆让你滚，再敢敲门，下次就不是让你滚这么简单了。你他妈还来劲了是吧？先朝你买别墅啊！外地来的穷鬼事儿真多。刚刚妈被吵得心脏病都差点犯了，楼上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楼上请了一大群人在家里蹦迪，是个难沟通的主儿。算了算了，年轻人偶尔玩玩也正常，兴许就今天吵呢。果果乖，去睡觉，不理他们。奶奶，我睡不着，太吵了。我找物业去沟通。别，算了吧，楼上楼下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闹太僵了不好。为了果果上学，忍忍吧。老公，我刚才下楼扔垃圾，听说楼上这2口子是这一片有名的街霸，无业游民无赖，他们光脚不怕穿鞋的，咱们还是别跟他们起冲突，可不能来硬的。好吧，说不定今晚过去就不吵了。这才几点？妈妈，才6点，楼上怎么这么早又开始蹦了？糟了，妈的心脏病受不得劲。凌晨，凌晨，妈，快去找孙香救心丸！药呢？是了，你们别担心，老毛病了。楼上太过分，得寸进尺了，我这就去物业投诉他们。你好，我要投诉。什么事儿？7栋5楼昨晚10点开始聚众蹦迪，一直蹦到凌晨3点多，今天早上6点又开始蹦，吵得我家老人心脏病都发作了。哎呀，年轻人嘛，爱玩正常，你们互相理解理解。我理解他，谁理解我？我妈有心脏病，孩子才6岁，楼上那么蹦，谁受得了？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你们这个价能买到福安的学区房，已经是捡了大漏了。前房主为什么卖？就是因为受不了楼上。你要真想清静，那得加钱买独栋啊。
今晚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音响开最大，谁不来谁孙子。还是浩哥威武，今晚咱们继续嗨。你们不知道，昨天楼下刚搬来一家穷鬼，居然敢说我们家扰民。这些个穷鬼，看老娘今晚不震死他！哟，这就不是昨晚那个懂法的农民工来找物业告状，物业给你做主了吗？物业的职责本就是服务业主，维护小区秩序。服务业主，我看你是在物业这里碰一鼻子灰吧？到处告状的跳梁小丑，你们再骂一句试试！一个穷鬼还敢这么硬气，一身寒酸气，他们不会拉低你们小区的房价吧？别闹了，王浩是我们这片区有名的混混，得罪了他，我们大家都没好日子过。那他们天天扰民，物业就不管了？不是不管，是我们物业也拿他没办法，报警投诉什么都试过没用，他就是个滚刀肉，谁惹他谁倒霉。老周，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难道你还想替他做主？怎么可能？邻里纠纷跟我们物业可没关系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哈哈哈哈！看到没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还想让物业给你撑腰？做穷鬼就要有做穷鬼的觉悟，再惹老子，你试试！怎么不服？不服你打我啊！来啊！对付这样的垃圾，跟他们正面起冲突确实是下策。要忍，现在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真是怂包，这都不敢动手，就这点出息还敢投诉？就是有本事就搬，没本事就受着，反正这敌我们蹦定了。记住了，这是我的地盘，外地来的不懂规矩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嘿！今日晚上9头管够，都给我敞开了嗨！浩哥，你们楼下那家人不会又上来坏咱们的兴致吧？他敢？他要是敢来，我今天就要他们竖着来，横着走！来喝鸡汤，我炖了一下午，放了红枣、枸杞，大家都补补，别管楼上，咱们吃咱们的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继续扰民。我刚准备洗澡，就发现上面漏水了。是楼板开裂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楼本身就老了，楼上夜夜蹦灯，震动频率和楼的钢筋结构形成同频共振，才会把楼板震裂，这是结构性问题。越忍他们越得寸进尺。今天是污水，明天是什么？是粪水吗？老婆。这裂缝，看什么呢？快跟上！来了！看门！你们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别躲在里面装死！敲什么敲？找死啊！你们天天蹦迪，吵得我们全家都没得睡。今天还漏水漏到我们家，你们必须马上给我修好！你他妈算老几啊？让老子修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一家子外地来的难民也配指挥我？就是。自己倒霉买到破房子，怪谁？你有本事找开发商啊！是你们天天蹦迪，把楼板震裂了才漏水的，你们必须负责。负责？老子蹦了7、8年了，怎么以前不漏？偏偏你们搬来就漏，是你们自己倒霉，活该。就是，穷人的事儿可真多。你再推他一下试试。哟呵。还来劲儿了！你他妈还敢躲？爽不爽？请你们喝酒！老婆干得漂亮，让他们清醒清醒！我让你们欺负人！老婆，冷静！对付这种垃圾，不要跟他们动粗。你这个贱人，敢欺负我老婆，老子弄死你！你抱啊！你以为我会害怕？只
执法队来了正好，你们跑到我家门口撒泼还要打人，我倒要看看执法队是帮你们外地人还是帮我们本地人。谁报的警？谁报的警？谁报的警？同志啊，你可来了！这些外地人欺负人啊，自己买了漏水的破房子，还来找我们讹钱，刚才还动手打人。请不要妨碍执法。谁报的警？是我。同志，什么情况？他们不但蹦迪噪音扰民，而且震坏了我家天花板，我有证据。这是楼上连续多日深夜蹦迪的录音，时间都在晚上10点以后，持续到凌晨后。这是我们家天花板裂缝的照片，这是漏水的位置，这是楼上渗下来的污水，黄色的，有恶臭。同志，误会都是误会，我们就是年轻人爱热闹，偶尔聚聚，真不是故意的。楼下有老人孩子，你们得注意影响。噪音扰民、漏水，这些都已经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，必须立即整改。一定，漏水的问题我明天就修，保证不再扰民。你们先回去吧，如果他们再犯，随时联系我们。谢谢警察同志，辛苦你们了。执法队都来了，这下终于消停了。希望吧。以为他们至少收敛几天，他们怎么敢的？执法队怕是还没出小区吧？今天的那条裂缝，这栋楼已经经不起他们这样继续折腾了。哎呦，我们土豆真可爱，每天陪奶奶买菜。让开，死老太婆，别挡道！一家没教养的东西。死老太婆，接好了！死老太婆，我的洗脚水好喝吗？你看他那样子，像落汤鸡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哟，老太婆还上来了，怎么还没喝够？老公，人家可能是来道谢的，毕竟咱们请他喝了洗脚水。你们还是人吗？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们年纪大就能随便骂人？刚才在楼下你嘟囔什么？以为我没听见？活该！下次再敢骂，可就不止一盆洗脚水了。你们哪儿来的野狗乱叫？土豆！老太婆，装什么装？想讹人啊？肯定就是想讹人。老公，别理他，我们回去吧。120吗？福安小区7栋5楼有人心脏病发，快来人！土豆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样，土豆找到了吗？附近3公里都找遍了。以前土豆不管跑多远都会回来的，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妈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医生说妈因为连续几日的刺激，心脏受损严重，留下了后遗症，以后不能再受任何刺激，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。那执法队怎么说？王浩他们死不认账，还污蔑妈是去他家偷东西，自己倒在他们家门口的。执法队说证据不足，立不了案，除非有人作证。那我们去找邻居。案发时间是中午，邻居们肯定都在家，那么大动静，肯定有人听到了。大姐，我是4楼的，我母亲被顶楼气得住院，你能帮我做个证吗？你肯定听到动静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别来找我。大哥，我母亲还在医院，执法队说需要人作证，能麻烦你给我们做个证啊？你们自己惹的事儿，自己解决，别连累我们也被报复。每一扇门后面都是一张事不关己的脸。王浩一家作恶多端不假，
可要不是他们装聋作哑，王浩能嚣张到今天吗？要不我们搬走吧，这房子我实在住不下去，果果天天土豆也不见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的确要走，但不是现在。他们不是爱蹦迪，那我就让他加。那我就让他加，他成废墟。他成废墟，什么意思？跟我来。这不是普通的墙体开裂，是结构层受损。你看这个斜角贯穿墙体，后面楼板已经出现变形。没想到这么严重了。再看这儿，水平裂缝，地基有不均匀沉降，这栋楼是危房。如果楼上持续剧烈震动，顶楼必塌。顶楼塌了，咱们家怎么办？别怕，塌也只塌他们自己，而且法律规定，他们个人原因导致顶楼塌了，造成房屋损毁，还得给咱们整层建户赔偿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当然是劝他别蹦。真是冤家路窄，你们不在医院伺候那死老太婆，可这儿干嘛？人家肯定是闻着香味儿了，毕竟是自己家养的狗，味儿熟。这是我家养了8年的土豆，你们居然……你他妈疯了！一条野狗而已，吃就吃了，至于吗？我杀了你！冷静，我冷静不了。老婆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交给我来处理。这就完了？我还以为多厉害呢，吃了你们的狗都不敢动手，怂包一堆。这栋楼到现在已经40年了，这道裂缝贯穿墙体，说明楼板已经变形。你们信不信？再蹦迪，房子必塌！消停了几日，我以为你憋什么大招呢，结果就这。告诉你吧，亲舅可是70年代的土木工程师，他给我做的担保买的房子，我们就算蹦一辈子都没事儿。就你这种农民工，还跟我讲结构，我呸！我老公是结构力学的专，不用跟他们说这么多。而且这裂的都不是承重墙，怎么可能会塌？无知的穷鬼！操！你这个农民工居然忽悠我们，我还真被他吓到了。所以我说不能信这些乡下人满嘴喷粪。哼，今晚老子今天就让他看看什么叫厉害。喂，老刘，给我送3台你们店里功率最大、声音最响的音响，老子今晚要炸楼！老子就蹦，天天蹦，蹦到你们全家滚出这个小区！果然，数据显示顶楼承重墙已经出现裂缝了。你可是国内顶尖结构力学专业的专家，你测的数据肯定没问题。若持续低频震动，顶楼48小时内必塌。他买的新音响，功率正好够。都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妈还在医院，这段时间你带果果先去外婆家住，等这边处理完了再接你们回来。你真的想好了？他们不是喜欢刺激吗？那我送他个大惊喜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呀，住的不舒服啊？早该滚了，穷鬼就该住郊区。早该搬了，天天闹腾，指不定哪天连累咱们被王浩报复。我就说嘛，他们也跟原来那户一样，待不长。滚吧，怂包！我呸！
为了庆祝怂包被我成功赶走，今晚10点都来我家。我新到货的大音响，咱们通宵蹦迪，谁不来就是不给我面子。浩哥好爽啊！只是今晚我还要去公司加班，实在不行，抱歉。浩哥客气啊，今晚我要去我女儿家带孙子，我先赶紧回去收拾东西了。穷鬼的事就是多。爸爸，我们为什么要先去外婆家住？我们不要新家了吗？因为坏人会得到惩罚，但爸爸要先保护好你们。楼下这家怂货终于走了，没人再来打扰我们了。那家人就是活该！这怂货之前还吓唬我说这楼是危房，再蹦就要塌了。哈哈哈！老子在这儿等着呢，有本事塌呀！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蹦迪把房子蹦塌的。来，所有人一起蹦起来，看看这楼会不会塌！让它塌，让它塌！今晚来的人还真多呢。就让他们自求多福吧。这楼快不行了。5、4、3、土豆！2、1。老公，这楼不会真的要塌了吧？我操！楼要塌了！地震了！快跑啊！老公！没塌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要死了。这地震怎么来的这么巧？不对，不是地震，周围楼都没有影响，其他楼层也没晃动，就我们5楼晃了。楼下那个怂货说的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不可能，他的话也能信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那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就我们5楼晃了？刚刚太吓人了，搞不明白，睡得都不安心。说，是不是你他妈搞的鬼？松手！今天不交代清楚，你别想走！你们自己把楼崩坏，关我屁事儿！我老公说的没错，一定是你们搞的鬼。之前你们就造谣楼会塌，说不定就是你们在顶楼安装了震楼器，故意吓我们。震楼器？那玩意儿真能把楼晃成这样？有可能，网上说震楼器可厉害了。你们血口喷人，我们根本没有安装过什么震楼器。少他妈装蒜！不是你们，这楼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晃？墙体本就开裂，今天是你新买的大音响导致持续共振，给了他致命一击。若持续低频震动，顶楼48小时内必塌。如果我们及时上报土建局，这楼还能修好吗？能修好，但我不想修。我要亲眼看着他们自食恶果。不可能！你少他妈在这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？那你们说我去顶楼装的震楼器有证据？我们这么多受害者都可以作证，绝对是你去顶楼做的手脚。没有证据，就是诬陷，我可以告你们诽谤。视频在这儿拍着呢，这一拳只要你敢打下来，我就请你去执法局聊赔偿。打？我录着呢，1巴掌，少说赔5万。情节严重，说不定还得进去关个1年半载。
你他妈的敢阴老子！我这只是合理合法的正当防卫。怎么回事？大半夜吵吵闹闹的。好像是4楼那家跟顶楼的干起来了。浩哥冷静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到了执法局咱也不占齿啊。是啊，浩哥，这甩子明显挖坑等你跳呢。行，算你狠。要是让我查出来是你们搞的鬼，我绝对弄死你们！老公，就这么算了？没证据，咱还治不了这乡巴佬了。要证据是吧？我有。什么证据？现在知道怕了，看见没？我家门口装了监控，那可是去顶楼的必经之路。对，有谁去过顶楼？监控一定拍得清清楚楚。还是浩哥思虑周全，坐等这些乡巴佬被啪啪打脸喽！老公，虽然我们没安装震楼器，但我们的确上过顶楼，要是被拍到，有理也说不清了。别怕，老子现在就查，看看到底是哪个亏孙去顶楼搞的鬼。行，看就看，还硬撑呢？一会儿真相大白，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。哎，还好你留了一手。你这是干嘛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是监控干扰器。什么破监控？关键时刻掉链子！怎么搞的？刚才还好好的。说，是不是你弄坏监控的？你少在这儿无能狂怒，不能证明我们去过顶楼，凭什么污蔑5楼的晃动跟我们有关系？是啊，没证据可不能乱说，这不是冤枉人吗？有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夫妻俩上顶楼？谁看到了站出来！各位邻居，谁亲眼见到过他们上顶楼的，悬赏500块现金。别担心，昨晚已经很晚了，我们上去的时候应该没有任何人看见。我作证，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他俩去了顶楼。听见没有？人证在此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是大姐明事理，这500块是你的了。哎呦，还是大妹子敞亮。做人证也要讲证据，可不是凭你空口白牙。既然你说亲眼看到我俩去了顶楼，好，那我问你，是几点？好像是9点，不是10点，对10点。当时我就出门扔垃圾，就是10点。那我问你，我们分别穿什么样的衣服？手上有没有拿工具？晚上楼道这么黑，我哪看得清？不清楚，你还好意思当人证？最后一个问题，那你亲眼见到我们去顶楼装了震楼器，导致5楼晃动？那倒没有，我家在3楼，我去顶楼干什么？你什么都没看到，算什么人证？你知道到了执法队做伪证的下场吗？我就看到他们鬼鬼祟祟上楼，其他的都没看到。废物，连个证都做不好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就这还想要钱，还来把你！既然没证据，那就别耽误大家时间了。老公，我们走。现在是证明了他们去过顶楼，但是没法证明他们有没有在顶楼做过手脚，是吧？你舅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吗？让他来测测不就知道了？对啊，他可是正儿八经的土木工程师，就住我们小区隔壁。你们给我站住！今晚大家都别走，我带你们看出好戏。今晚老子非要这怂包认栽！我老舅可是土建局的专家，我马上把老舅喊来，他一测就能知道这楼里到底有没有被他们搞鬼。老公，土工局专家
不都是你培养出来的吗？喂，老舅，你赶紧带设备来一趟，有人要搞我！我听说土中局的仪器特别厉害，楼体的新伤老伤一测一个准儿，什么震楼器、共振器根本藏不住。等一会儿舅舅来了，某人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就无处遁形了。私自安装震楼器可是违法的，真测出来你们恶意破坏住宅安全，就等着吃牢饭吧！查就查，怕你啊！真要是专家来了更好，好好查查这楼是不是要被你崩塌了。你少他妈放屁！舅，您可来了，就是这小子，之前一直说这楼要塌，今天还在顶楼安装震楼器，晃了我们一下。您快测测，证据确凿，我们就立马报警抓他。哦，我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在关公面前舞大刀。你是不认识？一个毛头小子还敢冒充省检测中心专家？告诉你吧，省检测中心处长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递根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专家还住我们小区？他这个乡巴佬要是专家，我就是院士他奶奶。我舅舅可是70年代的土木工程师，当年可是参加过新城市建设的。对对对，这才是金口玉言的真专家，土建局的老前辈，老专家亲自下场打假，这精彩程度留着春晚都不亏。对啊，是啊。好了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拿来跟我比，也不嫌晦气。年轻人，你这种招摇撞骗的人我见多了，现在赶紧认错，我还能放你一马。不然一会儿被打脸，可别哭着求我。谁求谁还不一定呢。话说太早，当心噎着。老公，土建局还有人不认识你？土工局可没这号专家，估计就是个冒牌货。老公，你包里不是带着证件吗？拿出来给他们看看，打他们的脸。算了，没必要跟这些人纠缠。既然有本事，就让他们测，看他们能测出什么东西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个仪器可是我以前吃饭的家伙头，德国进口的，当年全局就这一台，只有我有资格用。真要有人在顶楼搞鬼，我一定能查出来。走，所有人跟我上顶楼。这老头看着手法生疏，连我这个外行都觉得不对劲，他到底能不能行啊？再继续看看，等下测出来是他们使用过震楼器，咱们就直接报执法局，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扰了我们蹦迪的兴致，就该付出代价。等下证据确凿，看他们还拿什么狡辩。老舅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他们对顶楼做了手脚？看检测数据，这楼里没有安装任何震楼器或者共振器，他们没有做手脚。听到了吗？楼晃和我们无关，一群冤枉人的赖皮狗。舅舅，你会不会搞错了？要不再测测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胎毛还没吹干净，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？娜娜不懂这些，就是想让您查仔细点，舅你别生气。我说这楼没有被搞鬼就是没有，不用检测了。那这楼怎么会突然晃？因为你们夜夜蹦迪，已经让承重墙开裂。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，你们若继续蹦迪，此楼必塌。这顶楼真有问题！什么？难道这楼真的要塌？这房子可是我跟王浩的全部家当，塌了就全完了。塌什么塌？顶楼这里确实有一道裂缝通到了5楼楼道，不过看这个数据显示问题不大，这楼塌不了。舅舅说的对，我就说嘛，能出什么事儿？那既然楼没事儿，他们又没做手脚，楼刚刚为啥会晃？顶楼的确没有检测到人为破坏，至于晃动嘛，可能是你们蹦迪太猛了，共振引起的短暂晃动。这里面的门道可深着呢，你们不懂。共振能把楼晃成那样？舅舅，你这仪器都生锈了，不会太老了测不出来吧？我的眼睛就是尺，仪器测出来没问题，那就是没问题。你3番2次质疑我专业，要是不信任我，大半夜请我来做什么？舅舅可是专家，怎么可能会弄错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算了，懒得跟你们这些门外汉计较。
看来真是个半吊子，居然没测出来。这种仪器早该淘汰了，只能测表面，测不出内部结构性损伤。既然真相大白，那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，是不是该给我们道歉？你疯了吗？让我道歉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也配？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什么档次敢这样指我老公？冤枉我们这么久，不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吗？交代？你们得庆幸自己没有本事做手脚，不然这时候你们已经在局子里蹲着了。再说了，就算冤枉你们又怎么样？有本事你打我仨，1巴掌5万，你说的？就是，要不是你们这俩穷鬼吓唬我们说楼要塌，至于大半夜的让舅舅辛苦跑一趟吗？舅舅，你说不是？毛头小子，大言不惭，随你们信不信，反正你们再蹦下去，这栋楼肯定会塌。年轻人，别以为你在网上看了几篇科普文章，刷了几个短视频就能冒充专家，危言耸听。老子在工地上搬砖和泥算数据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，还想跟老专家比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算哪根葱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各位都把心放肚子里，就那点裂缝，根本不碍事。大家该蹦迪蹦迪，该狂欢狂欢。我拿我30年的专业信誉担保，这楼绝对塌不了。老公，既然专家都说没事儿，咱们回去继续嗨，今晚蹦个通宵。走，继续喝，别让两个神经病坏了兴致。王浩，别玩太晚，明天约了李总吃饭的事儿可不能耽误。那李总可是房地产的大老板，一般人想见都见不着，也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肯赏光。我知道，您为了我找工作的事儿特意拜托的大老板，放心吧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以后这种小场面就派我手底下的实习生来就行了。有些人啊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故意制造恐慌。我呸！丧家犬，好好听着，今晚的音乐是专门送给你的。老公，昨晚你说楼还有48小时才塌，那今晚的晃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真如王浩舅舅说的，是短暂摇动？不，是我踹松了一块关键的填充墙，想着提醒他们楼真的会塌，逼他们收敛。今天看来，有些人真的是不值得救。我们该做的都做了，是他们自己作死。走吧，要变天了。还得是咱浩哥请来了舅舅这个专家，打了那个怂货的脸。就是，你们看见他那表情没？跟吃了屎一样。活该，让他咒我们。自从那个怂逼说楼要塌，我这心里总不踏实。这下专家都说没问题，可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楼下就是典型的见不得别人好，自己过得惨，就盼着别人也倒霉。这种 low sir 我见多了。好在他被我们逼走了，从今往后没人耽误我们夜夜笙歌了。哎呦，想怎么蹦就怎么蹦，想蹦到几点就蹦到几点。浩哥威武，干杯，蹦到天亮。儿子，妈已经没事了，咱们回家吧。这医院待着又花钱又受罪。妈，你安心住院，把身体彻底养好。那个家我们不要了。什么？那可是果果的学区房，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那个房子是个危房，楼板有一条很大的裂缝，顶楼随时会塌。妈，您别担心，我们已经搬得七七八八了，今天再去收个尾。那楼上王浩一家危房蹦迪是他们自食热果，不值得同情。但我得保护好你们的安全。做人要对得起良心，不管你们做什么，妈都支持。土豆生前最喜欢的小皮球还在那房子里，你们去取回来也算留个念想。爸爸妈妈，我想土豆了。放心，爸爸妈妈一定把土豆的东西带回来。舅，这衣服也太紧了，我喘不过气。你给我老实一会儿。咱今天要请的这个李总可是房地产公司的大老板，我手上桃园小区的项目都是李总给的。你给李总开车的工作就靠这顿饭了，一会儿机灵点，别给我掉链子。是，都听舅舅安排，您只懂我绝不往西。老公，攀上李总，咱们可就发达了。你们先进去，别惹事儿，我在这儿见李总。走，进去等着，让李总看看我的精神面貌。就咱这形象，给市长开车都够格。走吧，妈还等着我们拿东西回去呢。哟，这不是预测楼塌的大专家吗？怎么，
你们两个外地来的穷鬼，来这高级酒楼应聘保安保洁？哎呦，老公，人家是专家，说不定是来应聘技术顾问的，指导一下酒店怎么不塌。哪来的狗乱吠？走，不要跟垃圾纠缠。站住！骂谁垃圾呢？我把话说清楚。让开。如果我偏不让呢？来来来，大家快来看，这个人在外面冒充专家，到处骗人家房子要塌，忽悠的人家半夜都睡不好觉。真的假的？这种事可不能乱说，这不是造谣吗？对，造谣生事，扰乱社会秩序，就该抓起来，让他牢底坐穿。我们没有造谣，明明是你舅舅那个破仪器测不出来。破仪器，那可是土建局专业的仪器，你们这些乡巴佬懂什么？那台仪器表盘发黄，指针迟钝，连最基本的频率监测功能都没有。用这种淘汰了20年的老古董测危房，就是在漠视生命。20年前的仪器，这不是坑人吗？实话告诉你，还剩最后10小时，你那层楼必塌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还剩最后10小时，你那层楼必塌。10小时后楼就要塌，真的假的？家人们，直播间刚开，重磅消息啊！有人预言10小时后大楼要塌，少他妈在这危言耸听！我舅舅可是用30年信誉担保过的，那栋楼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倒是你得罪了我舅舅，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李总，您这边请。我外甥年轻有为，8年驾龄老司机，特别机灵，绝对让您满意。年轻人闹着玩呢，李总您稍等，我马上去处理。什么情况？不是让你别惹事吗？舅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乡巴佬刚才说什么？咱们那栋楼还剩10小时就要塌了，这不是打您的脸吗？什么东西，还敢当众污蔑土建局的专家？怎么着？上次在小区没丢够人，这次跑到酒楼来找事儿。今天我们可是有大事要办，没空跟你瞎折腾。马上给我跪下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否则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家人们看见没？土建局老专家让对方下跪道歉，直播间已经3万人了。对，跪下磕头道歉。我们凭什么要道歉？我们不可能道歉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去土建局查查你这专家的真假。你敢？你他妈再敢污蔑我舅舅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躺这儿？用报废仪器鉴定危房，我们昨晚可是全程录像的。你手上那台20年前德国进口的批次，早就被国家明令禁止用于危房检测了。我怀疑你根本不懂技术，你不是渎职是什么？他说的是真的？我是你亲舅舅，我能害你吗？你相信一个外人胡说八道？大家伙评评理，他自己违规操作、弄虚作假，还倒打一耙说我们是骗子。用淘汰仪器测危房，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这谁说是我？家人们看见没？土建局老专家用淘汰仪器，直播间已经10万人了。滚出去！别在这害人！你这个杂种，老子打死你！你谁呀？不长眼睛往老子拳头上撞！我操，这可是我租来的名牌，押金2000块呢！李总，您没事吧？李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想打他，不是。我这是一时冲动，我秉性良好，我从不打人，我只是……张工，这就是你推荐的人？我们李氏地产可不敢用这种刺头、情绪如此不稳定的司机。李总，您听我解释，这孩子今天遇到事儿了，平常是个踏实可靠的人。对，你个混账东西，还不快给李总道歉认错！李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您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李总，您看，这是刚刚直播间的录屏。张工，用20年前的设备测危楼，害人不浅啊！我们合作的桃园小区项目，从今天起你也别干了。今天这顿饭也没必要吃了，散了吧。李总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不是故意打你的，你再给我个机会。李总，桃园项目不能停啊，我们全家老小都等着这项目吃饭呢。你不是土建局专家吗？怎么靠外面的工程吃饭？不会是冒牌的吧？
说谁？我舅舅可是如假包换的真专家，你们这些农民工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，是不是真专家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没错，而且农民工怎么了？人家脚踏实地过日子，总比你们拿着专家的名头招摇撞骗强。赶紧滚吧！直播间的家人们说，要不要他们滚？是你们自己走，还是我们叫保安赶你们走？李总，好久不见。林工，您可是省检测中心结构工程的副总工程师，怎么亲自下场到市土建局检查工作？李总客气，我来这里是一点私事儿。刚刚让您看笑话了。不过您说的楼塌是怎么回事？我来这儿买了套老小区，王浩刚好住我楼上，没想到那栋楼是危房，墙体早就开裂了。王浩家又常年蹦迪，低频震动持续冲击结构层，那楼不行了。您测出来的数据肯定是最精准的。没想到老张业务能力这么差，今天多亏林工了，否则桃园小区的项目交到老张这种人手上，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。通知下去，以后我们公司所有项目都拒绝和老张合作，把他们一家都拉进黑名单。是。林工，改天我请您吃饭。怎么样了？裂缝越来越大了，估计昨晚楼上又蹦了一个通宵。这栋楼估计坚持不了1个小时了。你说什么？又想说楼要塌是不？啊！一天天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每天阴魂不散，不是都搬走了吗？还回来做什么？一家烦人精！老公，别跟他们废话，这栋楼这么危险，我们赶紧回去收拾东西离开吧。想走没门儿！你他妈搅黄了我的工作，害我舅舅丢了项目，这笔账没完呢！年轻人，我背后代表的可是土建局，惹恼了我让你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。得了吧，土建局是你家开的，你们自作孽不可活，还能怪到我们头上？看来今天不下剂猛药是脱不了身了。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打赌？你一个穷打工的跟我们赌？赌什么？就赌你们顶楼1个小时内必塌。1个小时楼要塌，我好害怕呀！哈哈，塌啊！现在就塌给我看！这种屁话也敢拿出来打赌，神经！哼，狂妄自大！这楼要是不塌，你们就直播跪下道歉，承认之前说的一切都是在毁我声誉，帮我要回项目。那要是塌呢？我要你们跪在我们全家人面前，包括被你们残害的土豆面前，磕头认错。老公，这样不好吧？万一有什么万一？这楼可是咱舅舅亲自担保过的，牢靠的很。那可不，这墙面最多是就这种表皮裂缝，我见多了，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回事，根本不可能影响结构安全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这楼也塌不了。有些人啊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行，1个小时是吧？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等着你们登门直播道歉。是土豆最爱的小皮球，带上吧。你想给我开到最大？我看是楼先塌，还是他们先被我们震死？没错，震死他们，一家子烦人精！再能蹦跶，也就能蹦跶最后10几分钟了。天花板裂缝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快走。怂包，这就走了，还等着你上门道歉呢。还是我老公牛逼，看把他俩吓成什么样了！现在和他们争吵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对付他们这样的乡巴佬就该这样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社会。老公，干嘛？这天花板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大一条裂缝？舅舅，又怎么了？
裂缝。慌什么慌？就是房子太老，墙面开裂，没问题。可是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，我干了30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这种裂缝。跑得快，4楼说的居然是真的，楼真的塌了，救援队吗？福安小区7号楼塌了，你们快来！老公，我老公还在里面，快救他！左手手臂骨折，头部外伤，先止血。我老公，这个昏迷了，快上呼吸机！你们8强。多电的把去啊！我的腿，快救救我，快啊！担架，快！右腿开腹式骨折，大出血。王浩他家都被抬出来了，他们真把楼崩塌了。瞧着那腿算是废了，以后估计走路都困难。这楼上终于能消停了。善恶终有报，这些人都是自食恶果。这些人野蛮歹毒，等他们醒过来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的好戏还在后头。报告队长，顶楼彻底塌陷，5楼几乎全毁，4楼受直接影响，墙体开裂严重。还好4楼一家已经提前撤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据调查，那户人家2天前就搬走了。其他楼层情况怎么样？其他几层影响不大，主要是结构受损。不过住户们也已经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。一定要查清楚塌陷的原因。我的腿！谁把你害成这样？都是舅舅，都是舅舅！舅舅测出来说楼没问题，楼要塌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待在房子里。你怎么当舅舅的？都是你瞎说八道，害俺家浩浩，你赔我儿子的好腿！姐，我是脑震荡，医生交代了不能晃，不能晃。你姐夫走得早，我一个人含辛茹苦养大王浩，现在他房子也没了，腿也废了，你这个专家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你别晃了，让他先说。我测的时候确实没问题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个姓林的搞的鬼，否则他一个乡巴佬怎么能那么准的估算出楼塌的时间？什么姓林的？你给我说清楚！就是王浩楼下的邻居。对，肯定是他，他憋着话要报复我们，他早就想害我们了，不然他怎么刚好在楼塌前搬走？没错，他还故意跟我们打赌，就是让我们留在房子里害我们。好啊，敢害我王春花的儿子，那个姓林的在哪儿？我儿子的腿不能白断，带我去找他。他妈不就在这间医院住院吗？走，带我去找他。这什么情况？拍电影呢？《苍残复仇记》，看着阵仗像去砸场子的。医学奇迹啊！头一回看到粉碎性骨折能这么快下床跑的。妈，您不知道，王浩那腿被砸得血肉模糊的，被抬出来的时候，嚎得整层楼都听得见。那还能治吗？我听救援队的人说，那腿就算能保住，以后也甭想走路了。妈妈，那个坏叔叔以后再也不能蹦迪了吗？对，再也不能了。那楼下的叔叔阿姨就能睡个好觉啦。谁是林晨？给我滚出来！你们来干什么？当然是算账。这里是病房，有病人需要休息，请你们离开。离开？今天不算清楚，谁都别想从这个门出去。把我们一家人害成这样，还想赶我们走？没门儿！看到没？
这都是你们乌鸦嘴害的，你们今天必须赔钱。对，不能走。找我们赔钱？你们把楼崩塌了，害得我们有家不能回，还好意思找我们要钱，简直不要脸！少废话！今天不赔钱，我们就不走了。我来。你们想怎么算账？我房子被你全毁了，加上我这条腿，你至少得赔我们500。奶奶，那个叔叔为什么趴在地上呀？那个叔叔啊，在给大家表演笑话呢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的腿啊！对，今天必须给钱，500万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你们自己把楼崩塌了，还要倒打一耙找我们赔500万？什么倒打一耙？明明就是你们动了手脚，楼才塌，不然你们怎么知道要提前搬走？就是。肯定是你们搞的鬼，否则我怎么会测不出来？这是一份专业的结构检测报告，由省检测中心出具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证明那栋楼楼板开裂变形是危仿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盖的可是省检测中心的公章。你怎么会有省检测中心的报告？我曾多次提醒你楼要塌，可惜你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。事情发展到现在，都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。想要我们赔钱，没门儿！爸爸真棒。老公，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那房子真的是危房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不是专家吗？那报告真的假的？我哪知道省中心报告是什么样子？要是被他们知道我之前测的不准，我老脸岂不是都丢尽了？假的，报告肯定是假的。现在 AI 这么厉害，搞个假报告还不简单？搞个假报告就想糊弄过去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就是，我就说，他一个乡巴佬，怎么可能有那么专业的报告？原来是假的，吓我一跳。敢拿假报告糊弄老子，老子打死你这个骗子！林晨，儿子，你跪他干啥？快起来！你倒是起来呀！跪着像什么话？我的腿麻了。我的腿好疼。又不是过年，行这么大礼干嘛？这什么情况？聚众斗殴呢？好像是2家人在打架，都把瘸子打跪了。大家评评理哦，都来看看啊！这一家的黑心肝，他们把我们全家害成这样，如今还拿假报告骗人，不想赔偿。我们家唯一的房子塌了，现在我老公腿也断了，我们全家唯一收入来源都没有了。这么惨，腿都断了，房子塌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要我们家破人亡，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！哎呦，我的腿废了！看见没？我们全家都被他们害惨了。好完了吗？好完了，我们接着说正事。省检测中心的报告，每一份都有独立编号，可以官网查询真伪。这里有2维码，扫一下就知道是真是假。你们谁有手机？扫扫看。我来。福安小区7栋结构安全检测报告，报告编号20260308，出具单位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。结论：墙体裂缝超标，建议立即停止使用，组织人员撤离。上面是官网查询结果，清清楚楚。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真是危房！他手上的报告是真的，我们楼是危楼。如果这份报告的数据是真的，那舅舅在顶楼测的数据就是假的。你不是土建局的专家吗？危楼你都测不出来，都怪你测的假数据，我儿子的腿断了，房子没了，都是你害的！你这个害人精，我们全家被你害成这样，你要怎么负责？我害人精？
要不是你们自己天天蹦迪，房子怎么可能会塌？求我检测的时候说我是专家，现在骂我害人精。板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。要不是你说楼不会塌，我们会继续蹦。你就是罪魁祸首，你赔钱。关我屁事儿！我这脑震荡还是在你们家受伤的呢，没让你们赔钱就不错了。当时是谁拍着胸脯担保没事儿，让我们放心蹦来着？怪你们自己不长脑子，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。你是专家，我们不信，你信谁？赔钱！谁说我是土建局专家了？什么？你不是专家？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！哎呦，我说，松手！我7年前就被土建局勘测组开除了。7年？那你怎么不给我说？你骗了我们整整7年了！姐，冷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7年前被开除后就没碰过勘测技术了，我现在在土建局当保安。怪不得用的都是淘汰的设备，原来如此。我说怎么土建局没有这号人物？原先以为只是个外包的合同工，没想到居然是个看大门的。看大门？你他妈看大门的冒充什么专家？那你不早说！你不是专家来看什么房子？你的面子比我们的命还重要吗？谁能想到好好的楼真的能被人蹦塌？这概率太小了。好呀，是舅舅错了，我不该为了面子冒充专家骗你们。但是我可是你的亲舅舅啊，我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。舅舅，我看你是不想赔偿吧？少来讲情分这套！你冒充专家把我们全家害成这样，必须赔偿！我现在就是个看大门的，1个月才3000块钱，我哪来钱赔你们呀？没钱就把你住的那套房子拿出来抵！我哪有房子啊？我住的房子都是租来的。你没被开除之前，在土工局好歹也风光过，怎么会一点积蓄都没有？这么多年了，让你别赌，你就是不听，工资都让你赌光了，老婆孩子跑了，现在连房子也赌没了。看样子土建局的工作估计就是被欠赌债的闹上了门，闹黄的吧？你猜的可真准！刚刚土建局的朋友给我发来微信，老张就是因为这事儿被开除的。我不管，今天你必须赔钱！我现在就烂命一条，你要就拿去。你的命值几个钱？那可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啊！我儿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被亲舅舅害成这样啊！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还能找谁？对了，找开发商。房子质量这么差，蹦迪都能蹦塌，肯定是开发商的问题，让开发商赔。开发商可赔不了你们钱。我是负责这次坍塌事件的队长。关于福安小区7栋顶楼坍塌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经调查，坍塌的根本原因是顶楼住户长期蹦迪，震动频率和楼的钢筋结构形成同频共振，导致楼体加速破坏，所以这属于人为破坏，不在赔偿范围内。跟你测的一个字不差。爸爸可真厉害呀！简单说，是你们自己把楼崩塌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所以是我们自己把楼崩塌的。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现在我来就是做个书面通知，这件事情极严重，已经交由执法队负责了。晚一点会有执法队的人找你们谈话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还不止呢。根据法规第1252条，因所有人、管理人、使用人的过错致建筑物损毁的，由过错方担责。这是我们4楼损失的评估报告，总计320万。你们是过错方，这笔钱你们来赔。什么？4楼的损失要我们赔？320万，320万，这就是把我卖800遍也赔不起呀！妈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！这唯一一个没受伤的也倒下了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嘛，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今天这320万要是不赔，我们就告到法院，到时候不仅要赔钱，还得吃牢饭。你说什么？妈，你没事啊？那个婆婆撞晕，房子塌了，我们又不是故意的，凭什么坐牢？他说的是真的。如果楼下住户追责，你们拒不赔偿，法院可以判你们拒不执行罪，3年起步。
上次酒店碰到的李总来看望妈，我去接一下他。320万，咱们哪来这么多钱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测假数据，我们怎么会这样？你们自己天天蹦迪把楼蹦塌了，关我屁事！不怪你怪谁？你个开大门的冒充专家！李总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我认识李总，房地产的大老板，手指缝里漏一点就够我们还债了。对啊，李总那可是全国榜上有名的富豪，让他稍微施舍一点，事情不就解决了？看见了吗？那个穿西装的就是李总。虽然上次闹得不愉快，但他肯定是听说了楼塌的事情，特意来医院探望我的。毕竟我曾经在土工局也还有点脸面，算你还有点用处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要钱。走，我们去找李总。老张，你怎么弄成这副德行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房子真塌了。哎，李总，您来都来了，还带什么东西？这么客气？我不是来看你的，我是来看林晨的。林晨，李总，还劳烦您来看我。这个乡巴佬怎么会认识李总？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让李总以为他是专家。说不定他之前那些报告就是用一些下作手段巴结来的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怎么看见大老板就想攀高枝啊？李总，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，他这人就是个乡巴佬，就喜欢冒充专家，在外面招摇撞骗。就是知道楼要塌，结果自己偷偷搬走了，这种人心肠最坏。我在土房局干了这么多年，什么专家没见过，根本就没这号人。一个穷光蛋还想跟李总攀关系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你们倒是分析的头头是道。那是，能为李总效犬马之劳，那是我们全家的荣幸。既然你们这么会分析，怎么不分析分析他为什么会测出楼要塌？他一个乡巴佬，纯运气赶上了，还能是真的专家呀？这位林工是省检测中心结构工程的副总工程师，全省建筑行业公认的顶级专家，更是我李氏集团三姑毛都没能请来的存在。什么？他是真专家？怎么会有这么穷酸啊？呸！这么朴素的专家？副总工程师，这么年轻的副总工程师，那岂不是国家级尖端人才？李总，你没跟我们开玩笑吧？开玩笑，人家林工涵养高，不愿意跟你们几个跳梁小丑计较。你们倒好，一个个蹬鼻子上脸，不知好歹。李总，您说的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们瞎了狗眼，您别跟我们置气。林工，不对，林总工程师，都是我的错。早知道您是省检测中心的专家，我们肯定天天烧高香的供着您，不敢造次啊。是啊，林工，您行行好，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一次，帮我们在李总面前说说好话。我们要是借到钱，才能还给你啊。合着说半天，你们是想找我借钱？哼，自作孽不可活，自己造的孽自己担着吧。林工，我们走吧，先去探望您母亲，别在这儿跟不值得人浪费时间了。都怪你！你个没大没小的东西，你竟敢打我！要不是你们自己把楼崩塌了，把林工得罪透了，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吗？你还敢嘴硬？要不是你冒充专家，我们家至于这样吗？就是你，你个被开除的骗子，害得我们要赔300多万。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们自己没脑子怪谁？我杀了你！
死了！喂，是执法部门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我的错，是他先推我的。别动我手！带走！儿子，别带走我儿子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有人晕倒了，快拿担架！站住！放开我！不是我，不关我的事。刘娜，你涉嫌蓄意破坏房屋以及巨额债务纠纷，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运。果果，快来吃早饭了！第一天去市一中上学，可不能迟到了。老张死了，王母瘫了，王浩和刘娜入狱，这下谁来赔偿我们4楼损失啊？那好歹是我们置换老宅买的房子，咱们总不能一直租房住吧？谁说这是租的房子？我早就担心王浩一家会赖账不赔，所以提前给咱们4楼买了保险，保险公司赔付早就下来了。这房子我已经买下来了。那这房子是我们的啦？老公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怎么不早说，害我白担心一场。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儿子办事儿就是靠谱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别抱了，我要迟到啦！啊，对，果果要上学了。